扬州漕运使衙下僚属，恭请圣安。圣公安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刺史大人平身，众位请起。谢大人。阁老请。圣旨到，扬州众僚接旨。臣崔亮率扬州众僚恭候圣谕。奉天承谕，皇帝诏曰：古来圣王治世，皆重属地，自尧舜始而至禹，发天下之民，疏河道，因世岛，灭水患，通江河，以利天下。此所以历朝皆为贤良之臣，治河渎之故也。先朝蜀之诸葛，汉之李冰，皆为是。曹渠畅，则转运利，国脉顺而天下宁。然今漕运噩耗频传，邗沟屡发复传异事，致令数百万官盐损折，船毁人亡，甚而以致运河梗阻，盐运滞顿。盐运者虽直货之属，然上连国之命脉，下牵黎庶民生，其责之重，重乎于泰山也。巡官不可轻忽，况封疆之利乎？扬州未在取守，江淮枢纽，备有重言。因遣凤阁鸾台平章事狄仁杰，除江南道处置大使兼江淮都转运使，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，江淮督察使曾泰，工部侍郎封可言为其副，赴扬州整饬吏治，严查复传，速顿延误，所至之处如朕公亲，钦此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位平身。谢大人。扬州刺史崔亮率众僚属参见处置使大人。叩见大人。众位免礼。谢大人。久闻狄公英明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。崔大人太客气了。阁老，卑职为您介绍扬州众僚。这位是扬州长史吴文登。吴大人免礼。这位是扬州漕运使杨九成。见过大人。杨大人，本阁可是久闻大名啊。阁老，
卑职已将刺史府腾空，作为处置使行辕，请阁老驻跸。有劳崔大人。这些都是卑职分所当为，不劳阁老介怀。哦，对了，日前听闻阁老染疾，不知已痊愈否？多承记挂，区区小疾已然全可。日前劳动崔大人亲身探视，狄某感激之至。啊，谅不过是略尽人事，何老狄公致谢。啊，还有一事要向阁老禀告。何事啊？扬州城中有一位朝廷勋略，引王元祁。哦，对，这位颖王在平定徐敬业时，为圣上出了大力，是本朝为数不多的异姓王之一。怎么，他今日因何未到啊？啊，是这样。昨夜接到处置使大令后，颖王给卑职传信，说阁老待天许暮，他本应亲自前往码头迎接，然半月前他感染麻疹，至今未愈。阁老也知道麻疹极易散播，因此颖王深恐对大人健康不利，因而未敢前来。哦，颖王真是个细心之人呐。罢了，曾太啊，大人，回去之后以我的名义具帖，问候颖王。是。诸位都知道，本阁此次奉圣谕提调江淮，乃为查韩沟覆船大案而来。2年来，韩沟屡发覆船之事，数百万担官盐无踪，运河梗阻，盐运不兴，圣上甚为忧虑。前次，工部水部郎中李汉大人奉谕阜阳查案，却在山阳行馆之中自缢身亡。此事为韩沟覆船案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而且，据本阁所知，迄今在韩沟翻覆的都是江淮转运使的运盐船队。盐船翻覆后，官府派船前往出事地点打捞。奇怪的是，落水的官盐竟然全部消失无踪。不知情形是不是这样？漕运使杨大人，卑职在。韩沟渠段归扬州漕运使该管，事发的种种细节，杨大人应该最清楚。是，情况确如大人所说。扬州刺史崔大人，阁老，如此重要的情况，崔大人在给阁部的回文之中，为什么没有提及啊？卑职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，未曾及时上报，是卑职办事疏忽，该当责罚。是疏忽，还是刻意隐瞒呢？阁老，卑职万死也不敢隐瞒真情。此事，卑职是按照漕运使杨九成大人上报的遗文，一字不漏地抄送阁部，望阁老明察。哦，那就是说，是杨大人在隐瞒真情喽？阁老，卑职有下情回禀。说，韩沟自前隋炀帝大业年间开通，至今已有100年，年久失修，河渠壅塞，水下淤泥沉积，暗礁丛生，翻船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在此之前，韩沟区每年都要发生多起翻船事件，只是这一次盐船屡覆，这才上达天庭。哦，好一番说辞。韩沟年久失修，翻船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记得韩沟两岸有数千堑户，他们领受朝廷发给的户曹饷，应该就是负责修葺渠段、疏浚河道的吧。再有，
朝廷每年拨给你的几百万两户取款，又是做什么用的？大人，那些贱户刁钻顽劣，拿着朝廷的饷钱，却贪婪耍滑，不肯出力啊。至于那点儿户取款，对于韩沟来说，不过是杯水车薪，根本不够用啊！哼！这几百万两银子却够尔等挥霍享用，骄奢淫逸。我来问你，护曹官王周是你的下属吧？正是。此贼率属下衙役在神都洛阳公然枪杀告状的欠户，被捕之后，他供述是你命他将告状的欠户们抓回扬州。每年朝廷拨发的户取款都被尔等瓜分殆尽，还恬不知耻地美其名曰养廉钱，而发给两岸欠户的户取饷，则是被尔等三钱抽一，到最后干脆拒绝发放，这才致使欠户们富阳要降，激发民变。这是王周的供状，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阁老，此乃王周一面之词，怎能取信呢？不错，这些事情都是王周一人所做。眼见事发，他便将责任推到卑职的身上。阁老如若不信，便将王周传唤到堂，卑职与其当堂对质啊！呵呵，数百万两户取款被私自瓜分，竟然会是王周这样一个小小的九品护曹官一人所为？这番话恐怕说到哪里都不会有人相信吧？杨大人，你以为本阁可欺吗？卑职不敢。而今王周已被人杀死灭口，恐怕无法前来与你对峙了。然而，就凭王周亲自签供画押的供词，也足以将你送到三司接受拘问。这一点，你心里应该最清楚。大人，这些事情卑职真的不知道啊，请大人明察。此事早晚会水落石出的。是。还是那个问题，请杨大人回答：为什么在邗沟翻覆的都是江淮盐铁转运使的运盐船队，而其他船只却通行无阻呢？大人，这不过是巧合，是意外，卑职也无法解释啊。巧合、意外，巧合达10数次之多，那就不是巧合了，当然更谈不上意外。这一切恐怕都是意料之内的事情吧。大人，此话从何说起啊？从何说起？就从那些落入水中神秘失踪的官盐说起。那些官盐是被水下暗流卷走，也许是融在了水中。大人，每次复船后，卑职都亲自率人前往打捞，可什么也没捞上来呀。在事发几日之后再前去打捞，你当然什么也捞不上来，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。捷足先登，这什么？难道本阁说错了吗？卑职不懂大人的意思。我来问你，你为何不在盐船翻覆的当夜或者第2天便率人前往事发地点打捞，而要等到几日之后呢？大人，卑职得知覆船的消息已是几日之后，这才……哼！身为曹衙主理，至竟发生如此大案，竟在几日之后方才知晓。我看你这个官是做到头了。我再问你，盐船每次所载官盐达数十万担之多，是什么样的暗流才能将其全部卷走？而且如此大批官盐装在麻包之中，要多长时间
才能融化在水中呢？大人，这都是冥冥之中的事，卑职怎能知道啊？而身领漕运重责，发生如此重案，竟然一问三不知，你知道吗？就凭这一点，本阁就可以将你当堂免官。来人呐！大人，韩沟覆船实属异事，不光是卑职难明原委，就连前来查案的李汉大人也因无法查明真相而自缢身亡，求大人明察。好一张利口啊！竟拿死去的李汉大人为自己开脱，真可以算得上是巧言令色。卑职不敢。阁老，杨大人见事不明，松散懈怠，有失察察，此却为大过，免官处置甚为合宜。然而今韩沟覆船的原委尚未查明，杨大人身领漕运，对韩沟渠段的情形最为熟悉。以卑职看来，是否命其代过立功，协助阁老查案，待真相大白后再做驱除？阁老，崔大人之言有理，望阁老三思。也罢，既然二位大人求情，今日便暂免处置。杨九成，卑职在。今后儿要小心行事。谨领大人教诲。散班之后，立刻向处置室专属交出曹衙所有账目，以备查查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崔大人，阁老，山阳行馆中，李汉大人的遗体现在何处存放？现存放在山阳县衙。怎么，刺史大人真的不知道？阁老，知道什么？山阳县令鲁吉英已下令将尸身焚毁了。这个鲁吉英怎得如此大胆？未经卑职许可，竟敢私自焚烧钦差的遗体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李汉在山阳行馆自缢，已令圣上甚为不乐。此次本阁奉旨南下，目的之一便是要查查他的死因。崔大人，而身为刺史，该当将尸身妥为保管，待本阁到后详验。怎可如此疏忽，竟将李汉大人的遗体置于县中，不闻不问，任由县官们随意处置，此非玩忽职守而何？是卑职办事疏忽，请阁老责罚。责罚就不必了，然日后行事，再不可如此懈怠。谨领阁老教诲。李汉留下的那封绝命书以及其他遗物在哪里啊？回阁老，现都在州衙存放。回去后，命人将所有证物送至本阁下处。是，卑职回衙后即刻就办。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